女孩在美妆节目部工作，她自己却从不化妆，最近3晚都在连夜直播，她已经累到不行了，但还得坚持为主持人撑场面。此时超模希娜闪亮登场，不过就在下一秒，台下突然传来呼噜声，大家都很困惑，原来女孩睡着了。主持人称赞女孩真敬业，但希娜却说这不算努力。女孩震惊了，领导看出情况不对，赶紧切换到广告。后台女孩遇到希娜，她急忙向希娜道歉，没想到希娜反而安慰她，温柔地说这不是你的错。女孩有点不知所措，接下来更是目瞪口呆。希娜撕下一小截胶带在手上写字。女孩回到办公室，被领导狠狠地训了一顿，领导还威胁要辞退她。女孩本就是个好人，名义上是编导，其实只是打杂的。那天在录节目时，同事不小心弄翻了样品，女孩赶紧过去查看，领导命令她立刻去重新购买。女孩使出浑身解数狂奔，终于赶到柜台，营业员都被弄懵了，手机在混乱中被撞到地上。女孩小心翼翼地捡起手机，确认手机还能用就走了，但有男人追上来问屏幕碎了怎么办，我帮你修一下吧。女孩却说不必了，正好这是粉饼。女孩一拿到就化身为风一样的女子，迅速跑开了。男人一脸困惑地看着她，女孩满头大汗地跑回了演播室，幸好还是赶上了。节目结束后，女孩瘫坐在椅子上，同事让她挑几个样品，女孩却说自己不需要，家里的乳液都已经分层了。正在聊天时，领导过来分配任务，女孩又主动承担了更多工作。经过一整夜的努力，女孩疲惫地回到家，幸好有妹妹在家照顾她。妹妹劝她那么辛苦的工作不值得做，小鹿却说如果没有工作，谁会供你上学呢？这时小鹿的手机响了，没想到是希娜找上门来。我妈刚才还在哭，两姐妹都惊呆了，毕竟是第一次有明星来到家里。妹妹忍不住问希娜为什么会来到他们家，希娜一本正经地说疑。小鹿开始认真准备面试，转眼就到了面试当天。小鹿特意穿上了珍藏的正装，一大早就出门了。到了公司门口一看，还有4个小时才开始，意外的再次偶遇，这是否就叫做缘分呢？这已是小奶狗第3次偶然遇见他了。射手座，大姐姐终于忍不住吐槽他的穿着，小奶狗一脸无奈。女人开始怀疑人生，没想到男孩突然叫住了她，拉着她就往商场跑去。男孩认真的帮她选衣服试衣服，又带她去做了头发，对化妆师说的很贴心，一定要把黑眼圈遮住。男孩名叫小峰，是个有名的摄影师。小峰第2次偶然遇见他时，递给他一块饼干，还主动要了他的号码，问他接下来有没有空。小鹿听后内心特别激动，还以为小峰对他有意思呢，没想到小峰害羞地躲开了。但下一刻，小峰直勾勾地盯着他，忍不住说真好看。小峰之前不穿高跟鞋，这会儿走路颤颤悠悠的。小峰暖心地帮他拿包，一直陪他到公司门口，离开时又叫住了他。小鹿紧张兮兮地走进公司，接待处温馨的问候让他感到温暖。大公司的小细节做得真不错。接着社长突然出现，小鹿很惊喜。录节目时曾见过社长，小鹿愣住了，心里想这次面试肯定没问题了。没想到面试官的表情很严肃。小鹿自我介绍说自己学了7年舞蹈，之前是个任劳任怨的电视编导。小鹿突然说不出话来。面试官锐利地指出，他的鞋子和衣服都是临时买的，而且一点化妆经验都没有，对工作也没有任何规划。面试就这样结束了。小鹿落寞地回到家中，对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终于放下了日常的坚强伪装，独自默默地哭泣。小峰得知这事后，邀他晚上一起去吃面。面是男的请的，礼物是妈妈送的。小鹿表示不想回到原来的工作单位。此时电视台的领导来电，但小鹿不想接见。第2天，小鹿鼓起勇气去单位辞职，可能会有留恋和不舍，毕竟在这里付出了多年的青春和汗水。然而这一刻，小鹿坚定地对领导说，说完后潇洒地离开。小鹿对妹妹说自己现在是无业游民，暖心的妹妹却说没关系，就算生活苦一点也没事，我们的内心依然富裕。没想到下一秒 AB 公司打来了电话，他的面试竟然通过，但小峰提醒他不要高兴得太早， AB 公司也是个战场，必须让自己变得更出色。有时候职场也需要学会断舍离，放下执念，找回自我，重新拥抱一个更阳光的职业生涯。女孩成功加入了顶级美妆公司，原来是希娜暗中推荐的。社长评价她很不错，很有上进心，但小鹿并不知道这一切。入职第1天就遇到了那位严厉的面试官。面试官说明 AB 公司采用弹性工作制，办公区没有固定座位，只要能完成工作，在家办公也是可以的。新员工将由老员工进行1对1辅导，试用期1个月。小鹿首次进入这样神奇的公司，完全没有预想中的竞争激烈，同事们都非常友好。最让小鹿惊喜的是，这里的美食随便吃，吃多少都不花钱。小尊真羡慕这样的公司，我愿意每天工作24小时。小鹿没想到的是，小峰竟然也在这家公司，
吃饱喝足后开始头脑风暴。这次新品发布会，公司主推的是美妆大礼盒，将各种美妆品牌进行组合销售。社长希望大家出谋划策，增加更多亮点。听着同事们的专业术语，小鹿一时手足无措，幸好有同事及时帮忙。他建议邀请100位网红博主合作。社长觉得这个主意很好，顶级公司的效率果然高。社长说，我们需要的不仅是流量，而是证明产品适合所有人。现在的关键就是说服这100位美妆博主。下班后，小鹿跟朋友抱怨自己完全听不懂同事的讨论，朋友安慰他万事开头难，拿出过去的干劲，勇往直前就是了，努力总会有回报。第二天，小鹿认真记录笔记，学习各种专业术语，每天凌晨3点起床，开始尝试化妆，仔细听取邮箱前辈与客户的对话。小超帮助背诵专业术语，妹妹的帮助下，开始熟悉以前从未接触过的化妆品。小鹿成了公司唯一加班的员工，社长暗中观察着这一切。第二天的工作会议上，小鹿不太明白现场辅助是什么职位，邮箱解释说就是帮忙杂事的。小鹿也乐于接受，自知目前的角色就是小帮手，不可能一步登天。这时候大家遇到了问题，那位头牌网红美珊怎么也请不动，社长决定亲自上门邀请，带上小鹿一起，他们能顺利完成任务吗？第二天一早醒来，手机还在播放美珊的直播，妹妹觉得这些内容对姐姐太难了，建议从最基础的化妆视频学起。到了公司，小鹿发现邮箱今天的蓝睫毛很漂亮，妹妹觉得我还不够格弄这些，邮箱突然提议，你试试蓝睫毛一定很好看。小鹿忙说自己还不会化妆，邮箱鼓励他大胆尝试，并耐心教他画眼线和涂睫毛。两人首次一起去见大网红，出发前互相鼓励，出门正好碰到老板，还搭了老板的顺风车。路上老板夸他俩妆容很好看，小鹿老实说都是邮箱帮忙的，自己还没有那个技术。老板意味深长地说，在这个时代，化妆是为了自己，女性化妆不再只是为了提升价值，无论男女化妆都是因为热爱。老板强调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。画着画着，我们就到目的地了，终于见到了那位大网红美珊，两人紧张的手足无措。胆大妄为的小鹿率先开口，然而美珊却注意到了小鹿的蓝色睫毛，她说这眼妆画得真不错，很少有女孩能画得这么好。美妆公司的人都化妆这么专业吗？小鹿说这妆是那个女孩画的，她一直是你的铁杆粉丝。于是谈话进行得很顺利，聊得不亦乐乎，可以说是巨妙语连珠。结果可想而知，两人激动地拥抱了起来。回到公司后，同事们都纷纷来庆祝。虽然小鹿还是个杂工，但此刻他的心境已经完全不同，做自己喜欢的工作，让自己进步感到自豪的职业，无论多苦多累也不会觉得是负担。大家都已经下班，小鹿自愿留下来加班，为明天的直播做最后的准备，检查所有的物料。正当他准备下班时，无意中听到了老板和面试官的谈话。面试官本没打算让小鹿成为正式员工，但老板因为惜耐的面子才录用他，他的努力终将付诸东流吗？即使是顶级公司的白领也爱吃路边摊。女孩说吃得越油腻越过瘾，男孩提醒她小心脸上长痘，然后目不转睛地盯着小鹿。小峰称赞她的化妆技术有进步，只是黑眼圈还是太明显了。小鹿抱怨说遮瑕膏怎么用都不行，只能牺牲睡眠时间去学化妆。对普通女孩而言，常识的美妆知识对她来说简直是高深莫测。小峰却开始拿起笔头算计，只有短短1周，肯定赶不上那些从中学就开始化妆的女孩。小鹿却说你这小屁孩，说话不分场合。第二天，女孩回到公司上班，无意中又看到了黑脸，看到小峰一直发呆，忙问他出了什么事。恰好黑脸经过，又翻了个白眼。女孩心里一紧，没想到此时大麻烦找上门来，两位大网红的产品竟送错了地址。邮箱说现在赶送过去还来得及，没想到两位网红借机耍大牌退出了。社长无奈，那就现在开始吧。观众们都在等直播，但小鹿不想就此放弃。他问邮箱，你真的甘心吗？和美珊一起工作是你的梦想不是吗？邮箱承认确实很遗憾。小鹿说反正我是跑腿的，我去吧。大家都一脸懵逼，经典的日剧情节又一次上演了。很多观众纳闷为什么他们不打车，因为主角们打不起车。再说了，打车可能还不如跑来得快。没想到网红小田今天突然来了一出，跑去户外直播，小鹿差点崩溃。幸好发现地点不远，他立刻出发了。好不容易赶到了，但却找不到小田。邮箱突然打来电话，说现在他负责去找美珊，小田这边就靠你了。另一边直播活动也开始了，幸好希娜的人气不亚于网红，前半场全靠希娜撑场面。这次活动的目的是证明这产品人人适用，不管胖瘦美丑，都能通过化妆找到自我。小鹿和邮箱都是普通女孩，她们也想用努力证明自己的价值。小鹿光脚冲向小田，虽然很搞笑，却意外的把热度推高了。
刘湘及时将产品送到美山家，现场直播非常成功，话题稳坐热搜榜首。社长也乐得合不拢嘴。但下一秒，网红小田突然讽刺小鹿：“你这样子像僵尸一样。”看的同事们都心疼小鹿，女孩当众出丑真的很难受。小鹿独自一人走在路上，看着车窗里的自己，心情沉重。面对评论区的冷嘲热讽，小鹿开始怀疑人生：我这么努力，到底为了什么？为什么这么拼命？这时小峰温柔地打来电话，问他在哪里，说你肯定累坏了，快回来，这里有好多高热量食物等你。小鹿说现在可能不方便回去。小峰挂了电话就跑去找小鹿，没想到跑来的是社长。社长说辛苦了，我们回公司吧。小鹿说今天太难看了，能不能直接回家？社长却说。小鹿一时间愣住了。新手职场人面临的压力总是更大，不必过分讨好别人，但要记得多笑多主动。这些举动不会让你太累，却能帮你快速融入团队，并收获友谊。闺蜜感到疑惑，会不会是因为帅气的社长看上了小鹿？小鹿转念一想，觉得可能是真的，稍微一想就被转正了。闺蜜听后愣住了，感觉好像有爱情的火花在窜动。妹妹一听这事，也赶紧加入热闹，来到了这家神奇的公司，一边享用美食，一边开始了头脑风暴。但今天的黑脸看起来更严厉了，都是因为之前的直播事故。小鹿的冲动对公司形象造成了不小的负面影响。网友最喜欢调侃的是僵尸装，尽管抖音上粉丝增多了，但取消关注的也不少。这时黑脸露出了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，询问大家接下来该如何挽回局面。老员工都知道黑脸的严厉，吓得大家只能默默祈祷。黑脸决定提前发布爆款升级版，既可以转移之前的话题焦点，也有助于挽回公司形象。小鹿不明白什么是升级版，刘湘解释说主要是增强了眼影的防水功能，但同事们对防水为卖点在冬天表示怀疑，现在只能依靠广告来取胜。社长突然想到了雪景，提出一个即使在下雪天也不脱妆的化妆效果，找一个在雪天流汗的人来做广告代言。大家立刻想到了冬季运动项目的运动员，马上开始搜索并整理名单，列出了5位著名运动员。但小鹿提出了疑问，为什么排名第一的藤泽没被选上？而且他身材娇小，可以展示多种美妆风格。同事们认为这个想法没错，但藤泽给人的印象是不化妆的，小鹿反而觉得这样更好。同事们又提出，藤泽几乎没拍过商业广告，一直都是以运动员形象出现，如何才能说服他呢？社长最终说不试试怎么知道？黑脸也表示同意，如果一个本来素颜感强的人化妆了，更能突出我们的美妆效果，少的也是收获。早餐会议结束后，黑脸第一次主动找小鹿聊天，还一本正经地关心他，别把工作带回家，超出自己能力的事让别人来做，独自一个人扛下来只会添乱。黑脸解释这些不是关心你，而是为了公司。黑脸说社长虽然很看好你，但决定让你转正的是我。小鹿一头雾水。正巧这时藤泽在教练的陪同下来到了公司，小鹿在走廊碰到了藤泽，藤泽竟然认出了小鹿。小鹿感到非常受宠若惊，忙不迭地表示自己何德何能，怎能和国家级运动员相比。小鹿送了2盒化妆品给藤泽，藤泽看起来非常高兴，但项目谈判却进展不顺。藤泽的教练拒绝了美妆品牌的代言邀请，小鹿却怎么也想不通，明明藤泽对美妆很感兴趣。晚上他们来到了小酒馆，小鹿和小峰抱怨自己看到的和别人描述的藤泽不一样，小峰鼓励他要跟随自己的心。小鹿能成功谈成这个业务吗？这是哪家先进公司啊？出差还能住7星级带温泉的酒店。几小时前的事，女孩在滑雪场找到藤泽，她自己都快冻成冰棍了。藤泽问小鹿为什么要找他，小鹿说他只是来确认一下心里的疑问。藤泽本来就对美妆感兴趣，藤泽承认在公众视线之外他也喜欢化妆，他还解释了原因。藤泽说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不强，所以教练尽量让他拒绝电视节目的邀请，但对于广告邀请他其实是很开心的。小鹿终于弄清楚了心中的疑惑，他感觉心情也爽朗多了。小鹿问藤泽能否答应他一个小请求，原来他想给藤泽化个妆，藤泽也很感动。小鹿特意跑这么远，就为了见他一面。小鹿说幸好自己来了，不然会后悔。藤泽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说了一句让小鹿吃惊的话。小鹿目瞪口呆，藤泽竟然答应做广告代言，而且教练也没有反对，只是藤泽后天要去国外参赛，只有明天1天可以拍摄。小鹿一筹莫展，社长及时出现，迅速高效地安排工作，还贴心地给小鹿披上外衣。忙完后回到酒店，社长说小鹿你立了大功，小鹿却说自己没头没脑的就跑来了，是不是又给大家添麻烦了？社长说多亏有你，这么难搞的代言人都被你搞定了，自己也是性格直来直去，一旦定了目标就义无反顾地冲。社长说小鹿有种魔力，能把人吸引到自己身边。第2天大部队到了，小峰和希娜也来了，2人都目瞪口呆。
小峰心里波涛汹涌，就像万马奔腾。女孩是个滑雪新手，还热心的上前帮忙，结果两人一起摔了个跟头。社长贴心的帮小鹿擦脸上的血，两人四目相对，气氛一下子变得暧昧。这时小峰过来了，小鹿热情的打招呼，小峰却理都不理。小鹿不解的赶紧追上去。一天前藤泽答应了广告拍摄，争分夺秒的抓紧这一天，幸好拍摄顺利完成。小鹿追着小峰，社长盯着小鹿，而希娜的目光始终在社长身上。小鹿跟着去了饭馆，小鹿想看刚拍的样片，一边吃面一边讨论选片问题，但小峰并不同意。刚好社长和希娜也来了，看着小鹿和小峰像孩子一样争吵，俩人忍不住笑了。社长说希娜想去滑雪，一会儿你们3个一起去玩吧。小峰好奇问社长为什么不一起去，社长似乎有些为难，原来社长不懂滑雪。小鹿兴奋地跟妹妹描述雪景，妹妹却显得不怎么感兴趣。她劝姐姐和小峰和解，不要自己闷闷不乐。挂完电话，妹妹也觉得郁闷。希娜也在劝小峰和小鹿和好。小峰说他们不是小孩子，谈和好不和好。希娜说别装了，从早上开始我们都不高兴，尽管相信社长和小鹿都是光明磊落的人，心里还是觉得不太舒服。小峰终于承认自己心烦，小鹿自己一个人在滑雪场开始滑，心里决定先向小峰低头。希奈催小峰赶快跟上，小峰无奈的起身。小峰独自走向小山坡，随手拿起相机拍美景。突然下起雨来，小鹿拉着小峰问，刚才叫你怎么不理我？我不想和你生气。小峰没回答，又拿起相机继续拍。小鹿一脸困惑，小峰苦笑，然后向小峰道歉。第二天，小鹿摇摇晃晃地来到公司，这真是一群神仙，同事还在给他加油打气，黑脸还贴心地拿来了抗疲劳的神器。希娜一大早就来公司找社长，鼓起勇气向社长告白了。小峰差不多要觉醒了，加油小峰，冲啊小峰！希娜向社长告白了，社长却显得手足无措。希娜失落地说，你应该活得更洒脱些，不要总是忙工作和顾及他人，多关心下自己的生活。我知道你心里有谁，但我不会告诉你。社长一脸茫然，小峰也是茫然的。小鹿随便选了一张照片，没想到被选为海报的定稿。小鹿问小峰要回去了吗？等下有个早餐会议，可以一起吃早餐。小峰无奈地走开了。小鹿感觉有点摸不着头脑。早餐会议开始了，小鹿没多想，直接投入，开始讨论新的企划案。这次公司打算吸引年轻人，推出性价比高的美妆产品。小鹿突然想到了自己的妹妹，妹妹爱美又充满活力，正是目标群体的完美代表。同事们都非常高兴。下班路上，小鹿说自己很羡慕也很佩服邮香，从小就对美妆充满热情，没想到邮香反而说自己佩服小鹿。小鹿感到很惊讶，邮香说你对人很热心也很用心，这是很难得的品质。小鹿被夸得有点不好意思，妹妹和闺蜜都惊呆了。小鹿说不要拆台好不好？邮香诚恳地解释。当同事们都束手无策时，只有小鹿勇敢地迎难而上。妹妹和闺蜜终于明白了，这不过是小鹿一贯的小问题，没什么值得炫耀的。小鹿说最近公司在策划一款面向年轻人的美妆产品，让妹妹提几个建议。妹妹说可以，但她有个条件。姐姐一脸惊讶，妹妹居然有了心上人。小鹿要妹妹坦白一切。妹妹说是她在打工时遇到的前辈，那人是个大学生，所以她也想打扮得成熟一些。3位姐姐听后非常激动，为了曾经的青春干杯。小鹿问有没有那男生的照片看看，姐姐们开始出谋划策，准备好好打扮妹妹，还特地请来小峰做造型参谋。小峰一头雾水，我只是个摄影师而已。小鹿说能想到的人只有你，就像当初帮我挑衣服一样，能帮妹妹参谋一下吗？小峰好奇地问，无敌约会装扮是什么意思？如果只是为了取悦男人，我觉得这样的想法不太妥。妹妹说想把自己最美的一面展示给心上人，这有什么不对吗？我期待的着装既要漂亮又要适合我。闺蜜说这样硬逼人帮忙，还是头一次见。小峰最终还是答应了帮忙，女士们欢呼雀跃，妹妹也开始心动了，甚至连社长都动心了。第二天在公司，社长开始特意关照小鹿，而小鹿却毫无察觉。社长对恋爱也是个新手，开始有点心不在焉。黑脸惊讶至极，社长说最近总是不自觉地关注小鹿，经常想见他。黑脸说等一下，我先消化一下这消息。社长突然冲过来，黑脸猛了急忙说慢点，我帮你想办法。社长又突然想到，如果和女员工谈恋爱，这会不会有问题？黑脸说确实不太合适，但关于恋爱，你至少得先看看有没有可能再说，人家可能还不喜欢你呢。智商归零的社长会怎样制定恋爱策略呢？在黑脸的帮助下，开始制定恋爱战略，一副豁出去的样子。第一步，假装不经意的关心。社长快速地把咖啡放在小鹿桌上。小鹿说让我想想，对了，我没吃过松露。小鹿说他最近才知道，
原来松露是一种蘑菇，很好奇它是什么味道，一定很好吃。社长感觉像是被当头棒喝，但此刻只能硬着头皮回答：有空我们一起去尝尝吧。小鹿一脸懵逼。社长建议我们挑一家高端一些的店，然后有点语无伦次地说，主要是为了做产品调研，我们的客户主要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，为了吸引更多年龄稍大的客户，我们正在积极进行市场调研。小鹿竟然信以为真，还主动要求一定要陪同。社长乐得合不拢嘴，约定下周一起行动。小鹿心情突然阴郁，社长说完后赶紧溜了，突然觉得自己完成了大事一桩，黑脸带着苦笑的坚强。回到家后，小峰让姐姐们把衣服都拿来让妹妹挑选，这样既能省钱，又能有更多选择，真是一箭双雕。小鹿感谢同事们的大力帮助，姐姐们比妹妹还激动，姐姐们乐此不疲，妹妹一脸的无奈。希娜说，我们赶紧帮妹妹挑衣服吧。然后开始了激烈的穿搭头脑风暴，有生活风公主风，有复古风成熟风，大家齐心协力试遍了各种风格。同事们惊讶地发现，小鹿和小峰的关系竟然这么好。小鹿解释说，小峰就像个亲弟弟一样。小峰显得有些失落。希娜拿了一件衣服给妹妹，妹妹说这件衣服更适合我姐，可以借给她穿吗？她下周要和社长约会。希娜的心里突然一紧，闺蜜责怪妹妹多嘴，这种话不该在姐姐同事面前说。最后大家争论了半天，觉得每件衣服都很适合妹妹。小峰说每套都挺好看的，最后决定还是让妹妹自己选。小鹿说今天真的很感谢你，晚安夜深了。姐妹俩窃窃私语。小鹿说要展现最自然的美，开心去约会吧，如果对方不懂欣赏你，就马上回来，可以回来跟我吐槽。妹妹整夜都没睡好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妹妹最终还是选了平时的衣服，开心的去和男孩约会。晚上姐妹俩约在小酒馆见。妹妹说今天保持了自然的自己，觉得自己挺开心的。小鹿觉得很欣慰，感觉妹妹终于长大了。妹妹突然说小峰人真不错，他一大早还祝我约会成功呢。小鹿说那就叫他过来喝一杯吧，一起来庆祝一下。小峰无奈地说，我酒量不行，怎么能喝这么多？妹妹说，真担心姐姐会搞砸和社长约会。小峰听了一脸震惊，难道小鹿真的有心上人了？妹妹说，我先走了，让小峰照顾下姐姐。小鹿还沉浸在微醺的快乐中，突然一个踉跄倒在小峰怀里，四目相对，气氛变得微妙。小峰终于鼓起勇气，抓住了小鹿的手。女孩要和男上司单独吃饭，妹妹认为这就是约会了，姐姐却说别想太多，只是陪领导做个产品调研。妹妹还是兴奋的忙个不停，一会儿教化妆，一会儿帮挑衣服，最后终于打扮好了。选鞋子时却犹豫不决，最后还是换了另一双。另一边，社长在黑脸的指导下，打扮得像去参加婚礼一样。黑脸还贴心的准备了约会攻略，最重要的是要探听她有没有男朋友。黑脸强调这点很关键，如果她有男朋友，你再去套近乎，那性质就完全不同了。但也不用太紧张，就像工作谈判一样，先了解对方的底细。想要套出对方的话，首先要自己先坦白。社长说等一下，我得把这些记在备忘录上，随时都能查看，最后别让他觉得这是约会。社长默默背诵着这些话。小鹿匆匆跑来，不停道歉，说自己迟到了。社长赶快解释是自己来得早。小鹿一看时间，发现社长竟然提前半小时到，又忙不迭地向社长道歉。两人不停地鞠躬，好像在拜天地一样。两人显得有点尴尬。来到了一家高级餐厅，小鹿注意到这里的客人大都是年轻人，原本以为这里适合做调研，小鹿心里觉得现在感觉像是趁机来蹭饭。社长急忙解释是自己选的店，不能怪你。刚想开口复述语录，结果小鹿已经说了出来。社长无奈的挠挠头，只好启用备用计划，那就是坦率地表达自己。小鹿一脸茫然。社长讲述自己从大学毕业到现在几乎没怎么恋爱过。小鹿说这真巧，自己也有同样的经历。社长内心欣喜若狂，心想黑脸真是靠谱，还没开始询问就已经全知道了。社长壮着胆子说，现在的工作环境下还有时间恋爱吗？小鹿沉思片刻，笑着说工作让我很开心。话音未落，松露端上来了。小鹿觉得这简直是人间美味。社长说喜欢就好。饭后社长送小鹿回家，正准备告别，没想到社长突然追了上来，问小鹿下次还能一起去调研吗？小鹿说只要是领导需要，随时都行。社长依依不舍地告别，自言自语，这姑娘最爱的原来是工作呀。小鹿一回家就惊讶地发现小峰也在。小峰竟然在这里装傲娇，小奶狗竟然主动来献殷勤，嘴里还全是甜言蜜语。小鹿说你真当自己是家里人啊？妹妹说是他叫小峰过来的，听说他一周吃5天面，我怕他营养不良会出事。小峰说你姐吃面的次数也不少。妹妹说原来你不吃晚饭是去吃面了。
以后不给你做饭了。饭后他们一起洗碗，小峰谈起了他的未来工作计划。小峰说你现在已经很出色了，小峰却表示还想更努力。小峰觉得这是他一直梦想的状态。小峰说你肯定能做到的。下一秒小峰有点害羞的不知所措。小峰忍不住问今天约会顺利吗？小鹿笑着说今天不是约会，而是去考察。小峰说你今天的打扮很用心。幸好妹妹突然进来，打破了尴尬的氛围。第二天公司早会后，小鹿鼓起勇气跟部门经理说他想开始尝试做企划书。领导说当然可以。邮箱说有问题随时找他。领导严肃地说我要求很严格。而在另一边，社长和黑脸还在忙着复盘约会策略。黑脸觉得虽然他说不考虑恋爱，但至少任务完成了，摸男朋友就是最大的机会。社长突然豁然开朗，黑脸正准备执行下一步计划。希娜突然进来说气氛很紧张，小心地探寻女孩的心意，这样对小鹿太不公平了。黑脸把他带到一旁，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。希娜说你是说我喜欢社长吧？别紧张，社长已经拒绝我了。黑脸一脸困惑。希娜郑重其事地告诉社长你清楚追求女员工的风险吗？你还是像以前一样迷恋她吗？两个大男人认真地听着像小学生一样。希娜说考虑到黑脸帮不上忙，我现在开始担任恋爱顾问。两人又陷入尴尬。另一边，小鹿为了企划案绞尽脑汁，还是想不出好主意。妹妹体贴的来帮姐姐补充能量，先放松心情，这样灵感才会源源不断，被人夸赞。没想到小峰也能说出这么经典的话。姐姐说所以我受她影响了，我也想变得更加努力。妹妹说小峰其实挺不错的，他不仅会做饭，摄影技术也棒，关键是这么优秀的人还这么努力。小鹿突然灵光一现，想到了一个绝妙的点子。第二天，同事们都认为小鹿的企划案很新颖，原来是策划了一次小峰的摄影展。部门经理说如果小峰红了，对公司和他都是双赢。社长也表示看好这次企划，同事们都纷纷点赞小鹿。晚上希娜约小峰见面，他拍拍小峰的肩膀说希娜说至少我敢表白，虽然被拒绝了，而你连表白的勇气都没有。希娜说也是这么认为的吧，但他认为小峰已经够优秀了，他会一直支持小峰，就像他的英雄岳飞一样。第二天小鹿特意化了妆，穿上了小峰曾为他挑选的衣服，高兴地去找小峰，认真地给小峰讲解企划案。没想到小峰却说一直梦想去国外拍摄那些普通的人和景色，拍摄自己喜欢的风格的照片，去一个谁也不认识我的地方，反而能拍出最真实的样子。小峰听得似懂非懂。小峰说自己一直在攒钱，现在的工作也是为了这个最终目标。如果用我的名字办这次摄影展，担心以后只能拍广告了。小鹿却想不通。小峰解释说因为这和我梦想的生活方向不一样。小鹿无奈地说看来我误会了，对你来说这只是赚钱的手段。小峰解释说你理解错了，但小鹿已经钻进牛角尖了。小峰最后无奈地说这是我的选择，与你无关。两人不欢而散。男上司一大早就守在公司门口，就为了跟女下属说句话。女孩以为又是考察，马上就答应了，而男人却说这次有重要的事要跟你谈。女孩一脸懵逼。前一天小峰独自一人去小饭馆吃面，没想到社长也来了。2杯酒下肚，两个人开始聊心事。小峰说自己打算出国，我一直梦想能拍些人文照片，这几年多亏了社长帮助，也攒够了足够的出国经费。小松本以为社长会责怪他，没想到社长反而很支持他，虽然有点舍不得，但追求自己梦想更重要。社长说还能提供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。小峰感动得热泪盈眶，但又感到自卑。这么暖心的男人，哪个女人不会爱呢？小峰突然问你是不是喜欢小鹿？社长被吓得手足无措。难道自己表现得这么明显吗？社长感到非常惊讶。小峰说他曾经喜欢过，但现在准备出国了，决定不再见小鹿。他觉得社长和小鹿更合适，建议社长找机会再约小鹿。上次小鹿只当作是工作，小峰表现得很洒脱，直男社长根本没察觉。可小峰一转身却是满脸的孤单。第二天一大早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。小鹿正在琢磨这事，新的样品送到了，原来是新款唇膏。电视台的导演突然找到小鹿，突然遇到老领导，小鹿感到非常惊讶。同事们也很好奇，导演来这是干嘛的？难道是来把小鹿招回去的？没想到导演是来道歉的。导演说之前对小鹿太苛刻，现在节目组为小鹿特意做了一期节目，导演诚恳地邀请小鹿作为嘉宾参加，但小鹿还是拒绝了。导演虽然感到失落，但他觉得小鹿学会拒绝是好事，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变化。导演正准备离开，没想到小鹿突然有了个好主意。同事们不知所措，都在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。小鹿笑嘻嘻地说电视台决定免费为我们的新产品做一期节目。小鹿本来担心自己决定的太草率，没想到领导却夸他做得好，为什么还要让自己参与呢？社长说因为公司需要你。小鹿又感到困惑，
小鹿和同事们干劲十足，日以继夜地投入到工作中，努力总会有回报。成功和国外大网红达成合作。小鹿说，从下周开始，自己要准备电视台的节目，接下来就靠你了。同事说放心，没问题。可突然有人说只差个摄影师了，因为小峰要出国，一时间还没找到合适的替代人选。小鹿一时愣住了，立刻感到一阵失落。女孩喝多了，责怪小奶狗为什么没早点告诉自己要出国，越想越生气。妹妹说辞职这种事，肯定得先跟领导说。小鹿觉得如果早知道，就不会和小峰闹别扭了。闺蜜和妹妹都无奈地看着她，小鹿郁闷地躺下。另一边，小峰正在收拾行李，突然他又看到了小鹿的照片，心里仍然充满留恋。这时希娜来探望小峰，还特意给他带了送行的泡面。希娜问他还有没有留恋，小峰愣了一下说，下班以后。小鹿发现还有人在加班，二话不说就坐下帮忙了。突然黑脸闯进来打断了他们，告诉他们公司规定不准加班。小鹿赶紧解释说，我们只是在聊天，正准备回家了。两人慌忙离开办公室。回家后，妹妹贴心地准备了夜宵。两个女孩子加班熬夜，累但是开心。小鹿对工作的热情满满，连一本正经的黑脸都笑了。天总是会照顾那些努力又乐观的人。工作进展得很顺利。这天下班后，小鹿路过那家小饭馆，犹豫了一下，还是选择离开。第二天来到公司，大家都夸邮箱做得好，一个人居然能完成那么多工作。邮箱本想解释是小鹿帮忙的，但小鹿暖心的表示不用说出来。这天快下班时，小鹿说明天要去电视台录节目，没法帮邮箱干活了。邮箱说自己一个人也能应付。回到家，妹妹担心姐姐太累，姐姐却说很喜欢现在的公司，所以一点也不觉得辛苦。妹妹说快去洗澡，我给你准备点吃的。姐姐说她想吃拉面。妹妹突然说了一句，姐姐一时无言以对。第二天电视台的节目录制顺利完成，小鹿满心欢喜地和老同事们告别，感觉一下子轻松了许多。坐在花坛旁休息了一会儿，正打算给邮箱打电话，没想到却收到了大网红的邮件。小鹿急忙赶到公司，小峰刚好也在公司，跟社长交接工作。小鹿气冲冲地质问邮箱怎么回事，邮箱解释说自己早上睡过头了，错过了和网红的预约时间。小鹿说今天本来是最重要的会面，这样会让人觉得我们不可信，别的博主也会因此不信任我们。邮箱觉得特别难受，不停地向小鹿道歉。小鹿转身冲出了公司，恰好撞到了门外的小峰。小鹿径直跑了出去，小峰拉住了小鹿，但小鹿还是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小峰安慰道，你们已经尽力了。小鹿说，你根本不懂。他让小峰别再跟着自己。小峰终于鼓足勇气向小鹿正式表白。小鹿完全懵了，男孩终于向女孩表白。男孩说本来不想说的，但你一直在我心里挥之不去，这是我最珍贵的一张照片，也是这张照片让我决定出国。正是因为遇见了你，让我重新找回了梦想。我终于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，我不想再欺骗自己，包括我对你的喜欢。小峰说不需要你马上给我答案，反正我下周就要出国了。小鹿问那他该怎么办？小峰说做你自己吧，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吧，成为一个幸福而快乐的人。小鹿泪流满面。第二天他回到了公司，由于之前的工作失误，小鹿很焦虑，问领导有没有什么可以补救的方法。领导让他耐心等待，把事情交给社长处理就好，还安慰他说把繁重的工作都交给你们两个，也是我的不对，遇到这样的上级真的很幸运。社长用他的口才成功说服了那位大网红。小鹿回到家里无精打采，茶饭不思，她的妹妹和闺蜜都很担心她。另一边，希娜遇到了一个不错的追求者，但她还是拒绝了他。好友觉得很可惜，但黑脸觉得肯定是因为喜欢社长。他们的老朋友都知道希娜喜欢社长很多年，希娜觉得社长已经有心上人了，不想给他添麻烦，她决定还是尽快找个男朋友比较实际。黑脸认真地说，你也应该多考虑一下自己的感受，他以前也深爱过一个人，虽然知道没可能，却还是单恋他，但后来他想通了，爱一个人的心意不会变，默默地帮助那个人也是一种幸福。公司里的刘香突然来向小鹿道歉，他说自己已经恢复了工作状态，希望能和小鹿再次并肩作战。小鹿说应该道歉的人是他。社长让他们俩回去休息一阵子，整理一下彼此的心情。小鹿再次走进了那家小饭馆，没想到小峰也在那里，两人尴尬地坐在一起，聊这些无关紧要的话题。小峰说他明天就要出国了，小鹿说自己会努力做好自己的事，那张照片他会好好保存。转头时眼眶里已经充满了泪水。他们走出了小饭馆，小鹿和小峰正式告别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小鹿含泪化妆后来到公司，却发现门进不去。黑脸上前说你这周工作超时了，休息一下再来。这时社长过来了，给了他3个选择。小鹿终于想通了，他转身冲了出去。女孩匆匆赶到机场，一把抓住男孩不放手，他吻了他，男孩愣住了。小鹿说他不想成为他的负担，也害怕成为他梦想的绊脚石。
但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赶来。小鹿让小峰带上那张照片，小峰笑着说：“女人真是麻烦。”这让小鹿有点纳闷，他终于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。或许一切努力最终都会有结果，希望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男孩搭讪一个漂亮女孩，没想到女孩给了他一个耳光，这让男孩很没面子。男孩说他只是开个玩笑，没想到女孩脾气这么暴。1个月前，女孩决定辞掉铁饭碗，领导非常惊讶。女孩说她确实很喜欢这家公司，但因为太舒适了，所以她想趁年轻去闯一闯。社长苦笑着，他祝福小鹿前途无量。小鹿把这个决定告诉了希娜，希娜非常支持他。小鹿感激希娜一直以来的帮助，没有希娜他不可能走出低谷。希娜说：“何必这么客气？我们不是好朋友吗？”小鹿迅速回应说：“他们是最好的朋友。”妹妹得知后也支持他的决定，她不想给姐姐增添负担，她说自己会努力争取奖学金。小鹿希望妹妹能过得更好，因此她决定创业。可爱的同事们为小鹿举办了一个欢送会。希娜看出社长有些舍不得，她默默地坐在角落。社长说：“只要大家开心，他就满足。”希娜指责他总是只顾别人的感受。希娜笑着说：“因为在你身边，在你身边让人很容易依赖，你安排的太妥当了，这让人会失去自我。”社长笑着回应：“别总是这么拐弯抹角的夸我。”希娜突然说出自己的心声：“但我愿意为你失去自我。”社长一时语塞，希娜找了个借口先离开了。社长反应过来后追了出去，希娜对他会心一笑。小鹿和小峰开始了异地恋，他告诉小峰自己开了家公司，自豪地说他现在也是个社长了。小峰调侃说他的公司就他一个人吧。小鹿满怀信心地回答：“就我一个人也要做得风生水起。”小峰只能苦笑。小鹿兴奋地介绍他的公司给小峰：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”小鹿说：“他等你回来，天天给你做好吃的。”小鹿说：“可能要到冬天才能回国。”挂断了电话，小鹿一瞬间又感到惆怅。小鹿去找闺蜜吐槽，闺蜜说异地恋真是太煎熬了。小鹿羡慕闺蜜的男友，手机信号那么好，这话让闺蜜笑了。没想到邮箱哭着进来了，小鹿问他出什么事了。邮箱说在街上遇到渣男了，那个渣男竟是小峰。小鹿觉得应该只是长得像，可邮箱拿出了手机，一看照片，小鹿目瞪口呆。男孩子深夜拿着水瓶在街上，看起来像在找宿醉的女孩。男孩体贴地扶女孩到路边，递给她水。男孩上下打量她，还说不好意思，刚才碰到你了。女孩说没事，是自己喝多了，现在感觉好多了。小尊只想说一句，长得帅真是好。邮箱急忙让小鹿打电话确认，刚才街上的那个人是不是小峰？小鹿觉得这不可能。邮箱说那侧脸这么帅的男生，除了小峰还能是谁？第二天一大早，小鹿开始处理公司的第一个任务。希娜和同事们都来帮忙，刘香却怒气冲冲地来问小鹿，到底弄清楚了没？朋友们听说情况后，也觉得这根本不可能，但看到照片后，大家都傻眼了。同事们说赶紧收集证据。男同事问这会不会是双胞胎，或者有双重人格？小鹿一直强调，他和小峰关系很好，也许只有希娜察觉到小鹿的不安。小鹿一个人在桥上发呆，内心真的很忐忑。小鹿去了小饭馆，竟然碰到了穿便装的黑脸。黑脸说他穿便装是为了好好吃面。小鹿目瞪口呆。黑脸说现在全公司都知道你的事了。小鹿一脸无语。黑脸问男友是否有问题，也许只有你自己能判断，要相信自己的直觉。小鹿忍不住了，跟小峰视频通话，问了很多奇怪的问题。小峰也一头雾水，直到小鹿拿出那张照片，小峰也被吓了一跳。小峰说等一下，虽然是我，但我不认识这个人。希娜约小鹿一起去吃烤肉，没想到却变成了看别人秀恩爱。小鹿尴尬地说让大家担心了。希娜说多吃点，吃饱才有力气。社长说从照片看小峰应该在社区活动，可以去那儿确认一下。小鹿却找借口说那里酒吧太多，找不到他。社长开玩笑说我认识的小鹿一直都是勇敢向前的。小鹿终于想通了，没吃完就冲出去了。他一夜之间跑到了照片中的俱乐部，但找了很久还是没找到小峰，一直等到天亮。突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，小鹿一把抓住了他。男人转过头来的那一刻，女孩完全懵了。这个男孩叫宫田，原来他是小峰的双胞胎哥哥。他们1岁时父母就离异了，两兄弟从未见过面。宫田很羡慕弟弟成了知名摄影师，有机会拍摄无数顶级模特，女友还是个漂亮的社长。小鹿说这里正好有个摄影师招聘，只要愿意努力，随时开始都不晚。男孩听了有点懵。小鹿接着说你羡慕的小峰现在在国外住帐篷，天天吃泡面，我和他也已经1年没见了。宫田说你说的太有深度了，我消化不了。两兄弟终于首次见面，宫田侃侃而谈，小峰默默听着。几个月后，小峰终于回国，两人小酌几杯聊心事。小峰终于吃到了心心念念的拉面。小峰说之前误会你了，
小峰突然哭了。小峰给小峰带了礼物，小峰觉得很可爱。小峰说：“你长得像我。”小峰说：“你就像一直在我身边。”小峰感到害羞。小鹿很喜欢这个小包包。小峰说：“礼物还有很多礼。”小鹿看着小峰有点心疼，他要去帮忙背包。小峰说：“你可能背不动。”小鹿笑着说：“别忘了，我以前是编导。”结果包真的挺沉的。他们手牵手，小鹿一直笑得很甜。小峰问他为什么这么高兴，小鹿说：“当然开心啊，你不开心吗？”小峰干脆地说不开心。小鹿都有点意外。